众所周知，脑业公司是一家能源公司，公司里收容了数百只被称作异想体的未知生物，而你则是这家公司的主管，负责指挥你的员工从这些生物身上提取能源。大家好啊，这里是同学咯，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期呢，并不是新视频哦，仔细看标题的话，你会发现，对，这正是那一期被献祭到天国的脑业图鉴第2期视频。今天呢，我要把第2期视频进行重新配音和画面修正，加强后的认知滤网，保证画面绝对绿色健康。你看这够不够绿？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来看看第2期都介绍了哪些异想体吧。O-05-61破裂盔甲。资料上是这么记录的，这是一件从博物馆回收的盔甲，盔甲的胸部会有一朵樱花，在盔甲的头盔里能够隐约看到一颗发着蓝光的眼睛。据说这套盔甲是某某将军家族的传家之宝，这位将军为了保护自己，他从未脱下这套盔甲。但很不幸的是，在某一场战役中，一支箭射进了盔甲的缝隙里，使得这位将军当场丧命。在那之后，有许多的继承人也曾穿上了这套盔甲，但无一例外的，他们最后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是一位把它当作收藏品的收藏家。根据实验数据推测，只有足够勇气的人才有资格穿上它。保险起见，我们下令不允许任何员工穿上破裂盔甲。还记得我以前是怎么告诫大家的吗？异想体都是非常危险的存在。曾经就有一名新员工去尝试穿上这件盔甲，可怜的新员工啊，至少他的牺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T-09-77渴望之心。从外观上看，这是一颗跳动着的心脏。报告显示，携带渴望之心的员工生命力和攻击速度都会得到提升。如果报告描述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渴望之心确实可以用于提升我们员工的战斗力。于是我们也派遣了一名员工对渴望之心进行实验。检测数据表明，员工在携带渴望之心后，生命值确实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也并未检测出该员工有任何异常状况。在实验结束后，我们便下令要求员工归还渴望之心，但实验结果表明，如果携带渴望之心的员工携带时间小于30秒，或是没有进行任何攻击动作之前就要求其归还渴望之心的话，那么这名员工便会立刻陷入恐慌，并攻击其他的员工。F-01-37冰雪女皇。是冰雪女皇，不是冰雪皇后啦。冰雪女皇是不会突破收容单元的异想体之一。你知道这句话对主管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既然她不会跑出来杀死你的员工，那么她肯定就会在房间里杀死你的员工。工作结果欠佳的员工有一定概率会被冰雪女皇亲吻。当一名员工被冰雪女皇亲吻2次后，那么他将会被冰冻在冰雪女皇的收容单元内。但我们的系统显示，被冰冻的员工生命体征正常，所以你需要派遣员工前往救援。当救援人员进入到收容单元后，收容单元的入口将会被冰冻起来。受冰雪女皇的影响，我们的监控也无法观测到收容单元内部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音频进行判断。收容单元内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决斗，如果这场决斗失败的话，那么你的2名员工都会被他变成冰棍，再也救不回了。但如果你的员工在这场决斗中胜出的话，那么之前那位被冰冻的员工便会被成功救出。你看他们笑得多开心。除此之外，你的员工还将会获得冰雪女皇的饰品。关于冰雪女皇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如果你的主线剧情已经通关的话，那么你对这个剧情应该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里我就不剧透了，也欢迎大家到脑业公司维基百科里去了解更多的异想体故事和攻略内容哦。F-04-42白雪公主的苹果。根据文献，童话故事背后的秘密记载，F-04-42来源于白雪公主曾经咬过的那个毒苹果，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在脑业公司里，白雪公主的苹果确实会逃跑，但小红帽嘛，她才不会担心大灰狼。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突破收容的白雪公主苹果会随机出现在公司的走廊上，它身上的藤蔓会疯狂的生长，然后逐渐布满整一条走廊。你的员工想要靠近它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你前期只有一些近战装备的话，我建议你不要重新开始这一天了，直接退货吧。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的所有汇报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了给视频点个赞哦。下一期视频也已经在做了，点赞破万的话会继续周更哦。还没有关注我的主管也记得要点个关注呀。那么这里是同学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